Hello， 好选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立哲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这部电影《挚友梅根》，是我近期看到一个让我蛮惊艳的作品哦。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是哲粉的话，一定知道我是重口味的恐怖片迷，我也喜欢看 B 级恶搞片。挚友梅根其实就有一点像这两者的结合，同时它有非常深的警示意味。为什么呢？好，我先来剧情简介一下哦。基本上挚友梅根它的剧情前提是小女主角因为在一场悲剧意外当中丧失了父母，所以是由妈妈的妹妹，就是阿姨来领养她。那因为阿姨并没有成家的经验，也没有带小孩的经验，所以阿姨一开始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刚好阿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发明家，她专门发明孩子的 AI 玩具。那她手上正在研究一个创世纪跨时代的这种伴侣娃娃的这个小孩子的玩具，它像是一个4、5岁的小女孩一样那么大，然后做得非常的拟真，而且它有 AI 内建，所以它可以跟小孩子互动。它可以说是一个人工智慧玩具，它能够成为孩子的玩伴，然后同时也可以成为孩子的保姆，有一些教育性质，有些照顾性质，所以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完美、很理想的一个小朋友的玩伴、小朋友的玩具。但没想到这个娃娃，因为它的 AI 实在是太先进了，整个就是学习能力超越人类。它除了可以，重点来了，它除了可以有互联网功能，也就是它自己是一个可以上网的玩具，所以它能够在网络上面吸取非常非常多的知识。那其实这个也跟过去的一些就是 AI 最后发狂反扑人类的剧情非常类似，就等于说它可以串联所有其他的电子设备产品，来一起反扑，一起攻击人类。这个大前提之下，的确听起来人类是毫无招架之力。剧情大概前提就是这样。我相信所有的父母现在都头痛一件事情，就是3C 成瘾症。你是年轻人的话，你应该知道，从你们年轻的时候，甚至小时候可能就开始接触3C 产品，到后来好像有一点黏住了耶。现在没有手机，很多人都会有手机分离焦虑症。那其实挚友梅根它并不是鬼片哦，这也是让我有点小惊喜的地方。因为我先前在看到这个制作人是温子仁的时候，再加上这个娃娃的剧情大纲，会让我想到过去很经典的恰吉系列。但是大家知道，恰吉它虽然也是杀人的娃娃、恐怖娃娃，但其实恰吉它是一个被邪灵附身的玩具。挚友梅根则是完全的 AI， 那这个前提就非常的贴近我们的人生，因为鬼娃娃就是娃娃要被鬼附身。大家听过的顶多就是日本的娃娃也许入灵了，所以头发会长长，甚至会自己移动。但是我还真的没听过有恐怖到娃娃会杀人的程度，几乎都是出现在电影剧情里面而已。但是 AI 杀人这件事情倒是在这个影史上有非常多的作品，我能够想到最经典的当然就是詹姆斯科麦隆的《魔鬼终结者》系列，那以及后来还有威尔史密斯主演的《iRobot》，也都是 AI 认为人类太会互相残杀了，所以就干脆由他们来控管人类。这样子的电影剧情在影史上是层出不穷的哦。不过这次所见到的挚友梅根，倒是结合了这所有的观众喜欢看的卖座元素，一个就是贴近我们现在跟未来即将要发生 AI 这件事情，会是我们未来生命中、未来生活中大量依赖的一个技术，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当中，以及我们曾经看过的这个非常经典的恐怖作品，就是鬼娃娃，然后再加上温子仁拿手的吓人桥段，这3个加起来就完美的呈现出挚友梅根。也难怪挚友梅根它在上映之后，其实美国那边票房是蛮不错的，直逼《阿凡达》。因为其实这阵子上映的电影当中，非常强的 IP 大概就是属于《阿凡达》。在西洋，也就是2、3月，其实都是影视比较淡季的时候，因为这时候大家都在一窝蜂的办这个金球奖跟奥斯卡。我们还可以看到一部能够跟《阿凡达》匹敌，我觉得它很成功的原因是深深的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其实挚友梅根的剧情不难猜测，它还蛮一步一步的，是按部就班的在大家的想象当中去进行。只是我觉得看这个过程是非常有趣的。这个有趣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如果你是父母，像我自己
是为人父母的，我看了这个就觉得这完全就是小朋友的3C 成瘾症。其实这些我相信是很多现代父母遇到的课题，就是当你的小孩拥有这些3C 产品，你要去管制他，你要控管他，尤其你要没收他的时候，很多小孩子的反应是直接暴力相向，是直接抓狂的。这一件事情就在电影里面完整呈现，所以这真的是父母亲的恐怖片哦。当然，也许一些比较自私的想法是说，可以让小朋友安静一下，让小朋友有事情做，可以打发时间。那所以很多父母在，比如说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让小朋友去看手机，来给小朋友有一点事情做。小女主她在接触梅根一开始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她的阿姨也是因为不知道怎么管，不晓得怎么照顾这个孩子，所以就让 AI 来协助，让3C 产品来协助，就没想到小孩子反而对3C 产品产生了依赖。那在电影剧情中是梅根，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就是很多家长头痛的手机问题。在这个阿姨发现梅根怪怪的，想要把这个梅根从她的生命中拿掉，她就觉得她希望孩子应该要多去外面接触真的人啊，真的小朋友，跟小孩子互动，甚至去好好的上学。但是反而小女主是希望只要有梅根就好，只要有她的这个3C 产品，专属她的这个3C 就好。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在非常非常多人身上，无论你是有一些手机分离焦虑的情况，或者是你是父母，你在管教孩子的3C 成瘾的情况头痛，这个电影里面其实都可以让你非常非常的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从头到尾都是在讲一个3C 成瘾的恐怖片。一开始它让大家看到3C 的美好，3C 原本的利益，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发明出这些3C 产品，它其实是来便利我们的生活，照顾我们的生活。没想到这样子的便利让我们依赖了3C 产品，因此无法离开。当你离开之后，就会开始有恐怖的后果。那这个恐怖的后果有2种，一种是你自己情绪上的无法接受，没有办法离开3C， 有分离焦虑，然后有3C 成瘾。那另外一种则是3C 带给我们的恐怖副作用。那在电影里面当然是非常戏剧化的呈现，说梅根对他的小主人已经保护过头，大开杀戒，把身边有可能阻挠他跟小主人相处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赶尽杀绝，这是电影的恐怖前提。当然因为它的元素本来就是一部恐怖片，但是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大白话，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也遇到这些3C 的恐怖副作用。无论你是长时间的盯荧幕、盯手机、盯平板，其实对视力是很不好，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会在肢体上，因为一些使用惯性的关系，你的筋骨也会慢慢的，比如说颈椎啊、脖子啊等等的出问题。但当然不会像这个电影里面演的那么恐怖，可能还不到这一刻，就是 AI 会反扑人类的程度。也许未来我不敢说，因为电影里面往往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微预言。当然电影有加入很多洒狗血的元素，否则观众不会爱看，不会买票进戏院去，因为你就是想要进戏院去享受那个刺激，跟享受那个在现实生活中不会体验到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挚友梅根它在票房好，除了是它的惊悚跟恐怖元素，这些我就不赘述了，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我过去的影评。其实温子仁的作品，无论是先前的《丽婴宅》啊，然后一直到《鬼修女》系列，其实部部我都是细数家珍的。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代恐怖大师，毫不为过。他有很多创新的做法，像这一次梅根就是一个创新。One more, it's looking great. Bringing Gerard on to direct brought Megan to life. His vision was perfect for the tone of the movie. He is terrific at balancing horror. This really dark humor. 好，这也是立哲为什么还蛮喜欢挚友梅根这部恐怖片的原因。该有的恐怖元素都有，但是没有 jump scare。我不喜欢 jump scare， 我不喜欢那种刻意为了吓观众而吓观众的桥段，我觉得那都太矫情、太做作。而且如果你常看恐怖片的话，也并不是猜不出这些 jump scare 的桥段哦。所以这部片里面没有这种多余的吓人桥段，它就是该走它的步骤，该走它的悬疑，跟你会给自己的这种心理上面的紧张，替里面的剧中人物所紧张的那种恐怖心理层面的，
我是喜欢这种的恐怖桥段。除了这个该有的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些致敬那些经典的 B 级恐怖片，也就是《德州电锯杀人魔》，也有点像是《月光光心慌慌》的这种恐怖连续杀人系列的这种拿刀的梗。还有，我要补充一下，这部电影到底怎么拍的呢？难道这个剧组真的打造出这样的一个 AI 智慧机器人吗？当然不可能，这光是研发费可能就是好几亿美金，怎么可能有一部电影做出这样子呢？他们实际上是有一个小孩，真人小女孩来饰演梅根这个人工智慧机器人。那她平常在演戏的时候，脸是真的有戴一个像那种 AI， 就是很像机器娃娃的这种细胶脸皮的面套。其实我相信戴着应该是很不舒服的，尤其它有大量的动作戏，无论是舞蹈啊，甚至这个还会像贞子，也有点像猩猩在地上这样的爬，这样跑。总之，要演这个角色，我觉得是蛮辛苦的，因为他脸一直被盖住，一直被闷住。那他同时也要肢体非常的灵活，能够像机器人之外，又能够很灵活的运动。而这个小女孩其实她本身是从小就有舞蹈底子，也得过好几次比赛冠军的小孩，所以她在肢体表演上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她也完美的呈现了梅根。那当然，除了有真人饰演梅根之外，其实也有机器人。但是那个机器人比较像是木偶的概念，其实后面是由人的手去操控的，就是它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转头或眨眼睛等等的，就是它可以说白一点，它比较像是木偶，是由操偶师去操控，而不是这么先进、这么高科技是由 AI 哦。所以他们在拍这部片的时候是由这两者来同时进行，有一些比较近卡的画面就是由操偶师，因为操偶师可以做到有脸部细微的动作，而且看起来的确让你觉得她很像机器人。而在小女孩的部分，她带着梅根的脸皮，细胶脸皮，在演这个戏的时候，主要是以肢体为主，所以都是以取全景，就是浪景，可以看到她整个人为主的画面，就是由真人这个小女孩去演的。Megan, you killed people. Occupational hazard. 好，最后也不要忘记订阅好选择电影好选择，现在已经升级为好选择 Plus， 我们有非常多的内容，无论是影剧，甚至科技，还有生活，内容包罗万象，不会让大家失望的。下回再见喽！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随时上架。我们下回再见。